主持人及各位先进大家好。那很荣幸呢，今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清冠一号的商品化与国际推广。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报告的主题呢，大概分为4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跟大家谈到是汉方3益。那第二个部分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技术商品化的品质设计。那第三个，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到海外呢是要进行一些注册登记，那因此跟大家分享一下注册登记的一些概况，还有整个国际推广。那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现在疫情 COVID-19 的疫情呢，跟我们原先所想象的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那疫情现在之后好像还会再拖很长久的时间。那大家面临的一个疫情共存时代，那疫情共存时代呢，可能这汉方医养保健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那首先呢，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顺天堂药厂。那顺天堂药厂是1946年开始设立，那我们现在呢，包含在美国，还有在其他国家呢，都有设立一些分支机构。所以因为我们有外销有相当多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一次才跟大家来有关分享一下我们在清冠一号国际推广的一个概况。好，那首先呢，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汉方3益。那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黄河流域近3500年来平均气温的变化的一个曲线图。那大家现在对于气候的暖化的议题呢，大家都非常的重视哦。那国际间呢，其实大家很重视的看到是正负2度C 的一个气温的变化。表面上大家好像觉得2度C 好像影响不大哈，但事实上这个是平均气温。事实上在一整年度它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哈。那经过统计，的确是2度C 的变化呢，对于整个环境气候其实影响变异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一张图来说，它平均气温在9度C，其实最高的时候，其实你看在11度C 的时候，其实这个变化就很大了。那到就在下降2度C，其实对整个变化也很大。所以以这一张图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历经3500年，我们可以看到气温的变化，在商朝的时候温度是比较高的，到西周的时候，其实就温度是下降下来。那气候变迁之后，其实会影响到的是气温跟雨量，所以这时候会造成粮食跟各项资源其实会短缺，伤病跟死亡也会增加，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动乱跟战争。那也会看到北方民族呢，因为它的气候太冷了，所以它必须南下就会造成一些的动乱，所以这也会造成政权的更迭。那对于中药材来讲，那也因为这个药材来源呢，也会产生了变动，道地药材产地会发生的变化，那原本可以取得的药材资源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就必须要在其他的地区再找到相同的药材资源。那这时候呢，它的使用上就会产生变异，所以呢，我想它的品相跟炮制品相就会逐渐的增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有犬戎之乱啊，实际上那时候也是气候很大的变迁。那这时候春秋战国时代到西汉，其实温度是比较高的。那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整个气候其实往下降，所以呢，这时候瘟疫也产生了。所以东汉末年呢，这个是疫情呢造成很多人死亡。那这时候呢，没有大疫就会有大疫家会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伤寒论》上面其实就是针对疫情的一个治疗。那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它也是比较低温的时候。那到了唐朝的时候，其实温度其实比较高，所以这时候我们讲汉唐盛世，其实都是比较温度比较高的一个年代。但是呢，一样温度比较高，也是有疫情的不同的疫情。那这时候呢，其实看到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先进药方。那为什么备急？其实也就是在因应这个疫情上的变化的时候，大家需要储备的一个药品。那我们再看到了北宋年间，那宋代会肌肉不振，其实除了说很多是政治上的因素之后，气候的因素也是必须要去注意的哈。所以可以看到元代那时候，其实为什么北方民族南下，实际上也跟气温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北宋年间呢，事实上它有很多的疫情，很多次的疫情，所以呢，和剂局方呢，这时候就有使用到人参败毒散。那另外金朝
李东垣，其实他用的补气消毒饮，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处方。那到明清时代的时候，吴又可他的达元饮，还有那个补气消毒饮还有可以看到的那个金黄败毒散明代在清代叶天士的甘露消毒丹还有吴举通的银翘散，那这些的使用上面来讲，都是在历代本草上面来讲一些大医家美遇到大疫情的时候，其实就有发展新的处方。那我们今天谈到的清冠一号，事实上它的源头其实中国医药研究所苏一章苏所长，其实它的方子的一个源头其实也就是来自于金黄败毒散。那根据现在的疫情的变化来再做一些调整。好，那谈到这个中医药治病的一个方式呢，我还是喜欢用这一章来跟大家来做解说。那我们一般看到的症，大部分都是西医的病症但西医诊断的主要依据都是对于病毒的本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针对 COVID-19 疫情的部分，我看很多人大家都想的都是在 spike protein 对 ACE2 的 binding， 大家想的原本在研发的时候都是在病毒本身，包含疫苗的设计，事实上也是在模拟病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医药治疗的部分是，不管它这边是怎么变化，那我想进到人体会对于人体产生的变化，产生以后症候的改变，这才是最重要。所以中医的治疗上面来讲，可能会比较着重在于人的这些的身体机能的调控所以我想这个两个的治疗原理其实是不太相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些药物的研发上面，开发的一个原理也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我们看到说，做中医药跟做天然物很大的不同的是什么？在中医药里面，其实谈到的其实是汉方医疗的一个概念。那这一部分呢，我个人的理解，除了物质本身之外，其实还包含到能量的传递所以怎么样让它维持一个 balance， 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我个人的认知呢，中药呢应该用综合制药来解释中药，比用中国来的药，我觉得这个意涵才是真的是中药的本质因为中药呢是以药性之偏来修正人的体性之偏，那就是寒者温热之，那热者寒凉之。那 COVID-19 感染之后，你有 fever， 你有发烧，所以我们就必须用寒凉药来平衡它。那其实用在中受药治疗上也是一样，只是中受药跟人比较不一样，是狗猫它们的体温会比较高所以利用在兽医药治疗上面来讲，还是要根据动物的体性来做调控不能只用人使用的经验直接就移用过去来使用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好，那因此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清冠一号它的组成。那清冠一号呢，这里面呢其实总共有10个药，那实际上它的整个使用上也是用君臣佐使的那个分配这样子处方的内容所以我想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君药的部分，荆芥、防风、桑叶、薄荷这边都是主要功能会在心散解表。那臣药这边的部分在于清热宣肺解毒，那佐药部分有宽胸祛痰，那食药上面呢调和全方。那依台湾的法规，现在的规范，荆芥、防风、板蓝根、黄芩、瓜蒌实、厚朴，这些都是只能当做药材来使用，不能当做食材所以我们有些在药食同源的使用上面来讲，都要特别的注意不能随意的使用所以在台湾清冠一号在台湾呢，当做药品来管理呢，主要也是在原料的使用上面来讲，就已经有不一样的管制所以刚刚跟各位提到的部分就是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性之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冠一号的组合上面来讲，那有几味药呢是比较是寒性的药，那几味药还有比较是凉性的药或者是中性的药，但是呢，在中医里面讲究 balance， 这是很重要，所以还会有一些微温跟温性的药来做平衡所以也不至于过于寒凉。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宣堂参与清冠一号的研发的一个过程。那在2020年5月4号呢，国家中药研究所呢，他们有经过临床试验之后，那个临床上的经验的验证，那可以看到说，它有治疗的一个功能。虽然 case 不多但是我想也足以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是有一个机会所以他们这边其实有公告一个专利那我们
就开始就跟他们接触，进入那个非专属授权的一个授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有关于处方讨论啊、法规分析等等这些项目进行那个产品上研发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呢，在9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取得外销专用证。那这时候呢，开始正式外销，因为在台湾大家来讲，要做新药研发的话来讲，会比较长久的时间。那不同国家因为法规规定不一样，而且在当时的话，台湾的还没有什么疫情哦，没有什么病人，所以在台湾要进行临床试验也比较困难。那一种先在国外先外销出去，来看看它在国外使用的一个概况。那到2021年4月23的时候，那我们有华航机师诺福特群聚的事件，开始有一些那个疫情上的变化。那所以在去年的4、5月份，疫情开始发展起来之后，那个政府单位呢就发觉到说，那这样子是有必要有多一个药物来用在治疗上面，所以在去年5月就核准了那个清冠1号的EUA，在台湾的EUA，那这时候在台湾才开始可以销售那个贩卖。那在今年的疫情呢，在4月的时候，疫情又爆发，那个在国家在疫情指挥中心呢，他们也报告了它清冠1号使用的一个概况跟它的疗效，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台湾的政府这边呢，也在4月18号这边也公告了，那个用公费呢是可以来给付清冠1号，用在于确诊案例居家照护来使用。那代表政府单位呢更肯定清冠1号在那个 COVID-19 治疗上的一个功效。那这个也当然也就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以我们自己顺天堂那个药厂受到在 Google 上面被搜寻的部分，在拿到EUA的时候，那是一个高点。那在今年的时候，因为疫情上面的事情的爆发，然后再加上在指挥中心的那个被收的一个报告受到关注，所以可以看到这整体上大家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报告有关于技术商品化的一个品质设计。那我们在看到说，我们当初认为这个产品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什么？是因为中国大陆其实有用中草药治疗新冠肺炎成功的案例。那另外呢，欧美人士其实对于中草药的品质呢，实际上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呢，你要在使用上面，刚刚讲说外销专用证到国外去使用，你要考虑到国外的人他呢对于欧美人士对于这些产品的接受度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它接受度是不同的，那使用习惯也不同，那他们对于一些中草药的剂量反应也是不同，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那刚刚提到，因为我们外销45年的经验所以在很多国家，原本工厂还有公司已经在国外，我们的产品都已经有注册登记，所以相对之下，当申请到外销专用证之后，进到其他国家就比较快速可以被接受。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要去解决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呢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大概是有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良药，那所谓的良药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生产符合各地区那个品质要求的产品，包含到它原料的规范各地区不一样，成品药的规范不一样 ，GMP 生产的要被认可的法规要求也不同。那另外各个国家的包装标示也会有不同，包含到语言，还有它里面的文字，都要是符合当地的法规。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可口这件事情是以前我们在做药品研发的时候，以前比较少去考虑到的。但是我们想要能够让外国人能够去接受中药的味道，那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方面还做了一些调味，添加薄荷脑，让这个入口性会比较好。而且薄荷脑那个服用之后，对于肺部的缓解疏解，实际上是有帮助的。那另外那个我们是采用 spray dry 喷干燥的制成，所以那个日不量是会比较低。那日不量比较低的时候，在整个适口性也会比较好。另外一个，怎么样让它比较容易去使用，那更 friendly 来使用的时候，那这个易吞服，然后易使用所以我们就设计用铝箔包，而且你可以直接吞服，或者是用冷水或温水就可溶。那这点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国外其实不容易找到热水所以你怎么设计这个赋形剂是可以让冷水可溶，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要
的产品的设计，就是直接上那个考虑到整个设计上，让他们使用上会更方便。那这更方便的话来讲，他们就越容易去接受。所以呢，我们当时提到说海外注册登记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法规上的考量，必须要多加注意。所以前面以前讲都是海外先销售，累积资料再回台湾。那个我就不赘言了。那这个挑战其实会在哪里？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呢，它对中草药的定位跟分类是不同的。另外，它的使用限制跟规格也不同。那各厂的制造跟品质规格都会有不同。那对于产品的销售限制也不同。所以在注册登记的时候会遇到几个问题。那或者包含到你市场行销也常常会遇到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what。那我跟你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你必须要去说明清楚。第二个部分是 who，我讲谁可以使用。第三个部分是在什么时候来使用？那可能是在疫情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使用，还疫情那个感染之后使用，是预防还是治疗？那 how 如何使用？那为什么它会有效果？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得到？那这是我们常常会面临到的问题。那刚刚提到各个国家呢对于中草药的定位跟分类是不同的。那这张表呢，其实就是跟大家说明，就有些国家是当作药品来管理，有些当作保健品来管理。但是这种是食品，有些不同的国家其实它的产业登记其实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各个国家你要注册登记的时候，必须要去符合当地对于中草药的规范。比如说英国不能有英国药典，欧洲有欧洲的药典。那个美国有美国药典的要求规范。所以在整个产业登记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做检验的时候都能够符合到当地的法规。那如果你只是用台湾的法规，你要的规定，你要去放到国外的产业登记，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举例来说，那这个是药材基源，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你药材原料如果规范不对，我想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国家地区去。譬如说鱼腥草的话，这是我们使用的基源。那另外来讲，台湾中药典，因为在台湾生产制造，一定首先要符合台湾的药典的规范。那另外中国药典有中国药典的规范，日本药局方有日本药局方规范。那其他地区如果没有规范，你只要找到一个依循的规范就可以被接受。但是这里面这个处方里面，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候补药材。那候补药材的部分来讲，虽然中国药典、日本药局方、欧洲药典有规范，但是原本马来西亚跟俄罗斯地区是有禁用候补的规范。那另外来讲，我们就在以候补来说，那虽然各个地区实际上有基源用的使用是一样，但是呢，它里面定的指标成分的规范就不同了。台湾中药典规定的是 Meclonol 可能大于 0.8， 那中国药典这边规定的是 Meclonol 加 Holocure 要大于 2.0。那这个就会有一个差异。那去年的西南向那个传统医学的视讯交流会议里面，其实我就有跟大家来报告有关于候补的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当初呢，事实上我也做出一个建议，就是说根据个人的经验，市售候补去存在一些伪品跟次品。那事实上来讲，就是大部分来讲都是因为是被误用。所以如果你那个把它控制好，没有被误用的情况之下，那它应该还是可以被合理的使用。那很高兴的，在今年5月26号，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公告取消候补药材使用限制。所以呢，不仅是候补相关的那个中药复方呢，未来不管是单方或复方，未来在马来西亚可被合法被使用之外，那清冠1号呢，也有可能可以很合法的销售在马来西亚进行销售。那另外，刚刚提到各个国家其实对 GMP 的要求规范不一样，像欧洲地区的话，它可能就是要求到 CGMP 或者 PCGMP。那另外那个检验项目，各个国家要求标准就不一样。像有些国家它的对于重金属要求会比较严苛，对于黄曲毒素就 aflatoxin 的要求会比较严苛。那包含到那个 microbiome 微生物的部分，还有另外农药残留，都有一些要求不同的标准。所以呢，事实上要去做那个海外的产业登记，那这些都是要去那个考量的。
那另外也常常在查验登记的时候会遇到一个说，注册主管理的主管机关会担心安全性的议题。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疑虑，我们也委托那个学校单位来帮我们执行28天的宠物剂量毒性实验。那结果显示呢都没有安全性的疑虑。那我想在这个不管是消费者在使用、医师在使用，或者是那个主管机关他们有这样子的资料呢，就会对于产品的安全性会多了一些安全的保证。那另外我们的清冠1号呢，也在台湾呢获得了 SNQ 的国家品质标章。那这也是我想再次肯定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那累积呢这个部分来讲，从2020年9月到2022年4月，那我们整个现在销售全球5大洲大概是60个国家，那累计销售呢还有13万盒。那5月份、6月份呢，其实台湾的使用量也是激增的那就不在这个统计。那另外这个查验登记的目前概况跟大家报告一下。那除了在台湾呢，我们取得了外交专用证，然后到5月的时候拿到 EUA 之外，那我们在卢森堡呢是取得了膳食补充品的登记，在澳洲跟新加坡2个地区都是取得是药品的登记。那新加坡呢，对于清冠1号的名称呢，他们是有疑虑的，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另外取名字叫做天冠10。另外我们在柬埔寨、菲律宾还有加拿大也都已经取得合法的登记。那加拿大对 Respire 的这个名字它也有疑虑，所以我们就在加拿大的商品名称就是改成 Glory 10。那这个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同样一个产品，纵使是在产品的 label 在不同国家，那真的是有不同的要求跟不同的标准。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际推广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自己呢有一个专属的专账网站，那这上面呢就有做一个说明，那也包含到多语言的表述，让各个地区的人呢，他对于清冠1号还有对我们的产品 Respire 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从这里面得到最新的 information。那也包含到说在哪里可以买到，那就有这些资讯。那另外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包含到海外经销商，他们也都有网页上面也都特别去介绍Respire 的。包括欧洲的、英国的、荷兰的、卢森堡那另外美洲的经销商他们也一样，也对于产品来讲去做介绍。那这是澳洲经销商那我们的代理商的 Serica 他们在自己网站上面也有介绍Respire 的。那另外现在的社群媒体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Facebook 上面我们也是多国语言的分享，包含到泰文、印尼文我想让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相关的讯息，这是重要的那另外这是 Facebook 的推广，那是包含到各地区的经销商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推广，那包含到一些社群媒体的一些推广活动包含到一些使用者他们可能就有一些经验，他们就把他们的经验进行一些回馈那这些的回馈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广的利器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了老半天，讲这个产品有多好，都是自己讲的，可能对于一般消费者或者医师，他信任度可能不是很够。那这时候有第三者自己来把他使用经验来进行回馈，那我想有时候会扩大很多人的对他的一个信任他比较有共鸣感那另外我们也要在一些草药界的全网站上面有登广告，那让更多人、更多专业人士了解到清冠1号它的内容那包含到这个是英国草药中草药的权威期刊，我们也进行登录一些广告包含到在北美的中草药的权威期刊，那我这个对于中药方面的不管是医生或者学者呢，要介绍让他们知道。那另外这个是在日本那日本的汉方文家他著作也把台湾在使用清冠1号的这些内容跟过程也做了一些介绍那另外我们也举办线上研讨会，针对专家学者来进行介绍那透过医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更清楚知道清冠1号应该要怎么使用那另外这个是台北国际中药学术论坛那我们也在台湾的这个国医协的展上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清冠1号那这个是在海外的报纸上的一个广告，让民众也更多的了解
那这是在阿门龙网站上面来讲，这个我们也是合法的可以登记进行销售。那在东南亚可能就透过其他的像虾皮啊、eBay 啊这些网站来进行销售。那因为这个刚刚讲在新加坡是注册的药品那这个都是合法登记可被销售。另外也透过 YouTuber 来那个宣传那让大家更多了解。那最后呢，我可能就跟大家那个分享的是说，当那个现在疫情那个发展下来之后，有那个将近有20%到30%的人其实已经感染过了那个新冠肺炎，那可能国外比例该更高。那感染过后的人，现在WHO 他们的统计分析，将近有30%的人他还是会有所谓的长新冠 （Long COVID） 的症状。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那这会产生哪些问题？根据那个最近指挥中心呢，他们那个公布的一个资料，可以看到那个 Long COVID 之后会产生的症状，包含到心悸、胸痛、心肌炎、急性肾损伤、那个疲劳、那个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等等这些症状。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病毒的碎片呢，很爱残留在体内，造成那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病症的发生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也是接下去很多人那个困扰的疾病。那中药呢有很多的处方呢，事实上它都对于那个这些症状应该都有一些改善的方针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是我们推出汉方便利药传统的老药新用那我们也是更 friendly 的使用方式，让大家呢更清楚知道说那个症状要那个有症状的时候要怎么使用那我想这个也是未来我觉得是中医要发展的一个契机那怎么让大家在疫情共存的时代，大家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的报告其实就到这个地方，那祝福大家那个平平安安，大家很快速的可以共同度过疫情的困扰那迎向更开放的人生。好，谢谢各位。